大家好，我是01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下饥荒裡面的燃料選擇。它是一個常備性的資源，而且是一個消耗很大的資源。它除了每天可以用來照明之外，在冬天它還可以用來取暖，夏天可以用來制冷。當然，夏天其實可以把這個暖食放到冰箱裡，這是一個簡單的辦法。不管怎麼樣，這個資源消耗都是巨大的。我列舉了幾個我認為比較好的可以用來燃燒的方便獲取的資源。首先是一個開局最推薦的一個燃燒資源，就是地皮。你可以做一個乾草叉，然後這個乾草叉你找到一些不太重要的地皮，比如說像這樣的荒漠地皮，其實這個有和沒有都挺醜的。基本上一個地皮是相當於一個糞肥，也相當於一個木頭，就是4塊地皮可以把這個火焰加到最大。我說的是石頭火坑，當然引火也可以。這樣右鍵挖一個地皮，然後再繼續挖。這樣每一個格子可以裝20個地皮，當然地皮也可以用來裝飾，這個是後期建加的一些操作，但是這個地皮也用不了那麼多，尤其是這個荒漠地皮，我想象不到可以用它來做什麼事情，它幾乎是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，因为你不可能把一個地圖的所有的地皮都用完，而且這只是我們前期作為應急用的，這是前期我最推薦的資源，當然你也可以一直用下去，我是按照時間順序來說這個燃燒資源的。第二個資源就是木炭。那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木炭它是一個用來建造的材料，它怎麼能成為燃燒的資源呢？這就是涉及到我們前期建加的這麼一個流程了。你找到一片森林，你覺得這裡面其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，就是樹比較多，然後你把它點燃，點燃完之後它就是燒完的這個樹，然後你用斧頭只需要砍一下就可以砍出1到2個木炭，然後這個木炭你收集的多一些，然後你就可以用來建造這個晾肉架，你可以用來建造烹煮鍋等一系列的東西，但是它只是用來建造的話，它消耗量是很有限的。那麼多出來的這些，我們就可以用來當做第一個冬天的燃料，應急來用，還是很好的。它的燃燒度也是相當於這個糞肥和這個地皮或者這個木頭，它們都是相等的。遊戲玩到中後期之後，就可以找這樣像稻草地面的地皮，這樣通常會找到這個牛群。牛群呢，我們可以在它晚上睡着的時候生一堆火，然後給它刮牛毛，用剃刀。剃刀在工具裡可以做，給它刮了牛毛之後，當然是白天不能刮，晚上刮完之後，白天把那些牛毛都剪到。基本上一天晚上，如果你遇到的牛多的話，可以刮40-50個牛毛，基本上1-2個格子吧。然後你就可以燒很久，而且牛毛可以做牛毛帽子。像現在牛它是屁股是紅的，它是有攻擊性的，戴着牛角帽的話它不会攻擊你，這樣你去撿大便也很好。那這就引出來的第4個比較好的材料就是這個糞肥。這個糞肥你可以撿牛群的大便，當然這只是應急用，我不推薦。糞肥有更好的獲取方式。如果你在地圖上找到了很多的漿果，或者你自己種了很多漿果，然後你收穫了很多，然後吃不了，然後你找到豬之後，你餵給它4個怪物肉乾或者4個怪物肉都可以，怪物肉可以打蜘蛛獲得，然後等它变成瘋豬之後，你再把這個漿果扔到地上，它會優先吃這些漿果或者胡蘿蔔之類的，蔬菜或者水果它都會轉化成糞肥，一個蔬菜一個水果它都可以轉化成一個糞肥，這樣好幾十個就可以轉化成好幾十個糞肥，積攢多了就會像我現在這樣子，不要驚訝，這真的是我攢了很久很久了。確實挺誇張，而且挺惡心的，但是真的很有用，而且我根本用不完，好吧？這每一堆都是20個，每一堆都是20個，就這樣子。然後呢，這個糞肥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源源不斷的循環的資源。比起你刮牛毛，比起你挖地皮，比起你去砍木炭，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。它不是那麼費事，而且你打瘋豬還會給你掉落2個肉和1個豬皮。還有最後一個最傻瓜的材料，也是我最不推薦的材料，就是木頭。木頭的話可以用來做很多東西，在精煉這裡4個木頭可以合成一個木板，所以說木頭還是一個建造材料。有一個說法是新手玩饑荒才會用木頭做燃料，是這樣的，沒有人燒木頭的。木頭其實很重要的，而且你砍木頭的話也是沒那麼容易，除非你建一個樹林，然後等到秋天那個 BOSS 來了之後把它引過去，當然那是後話了。不管怎麼樣，我認為木頭的獲取是這裡面最難的，盡量不要用它來燒，好吧？可以用它來應急。當然了，燃燒的東西像這個腐爛物也可以，比如說有一些食材你實在是吃不了了，然後它就腐爛了，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的腐爛物。比如說你採了很多蜂蜜，蜂蜜通常是吃不了的，然後這些背包裡都是蜂蜜，每一個背包裡都有40個蜂蜜放在這一格裡，然後一格一格的，最後都爛掉了。
最後就變成這樣子了。給豬吃蜂蜜的話，它是不會給你大便的，所以說我們也只能讓它這樣腐爛掉，然後讓它生火。另外呢，提一嘴，像這樣的食人花種子也可以用來生火，這樣一個食人花種子可以一瞬間把這個火提到最大。其實這樣的燃燒材料最好是用來給這個雪球发热器、滅火器用来添加燃料，我覺得是非常實惠的。而且这樣比較大的力度的燃燒材料，我認為是特別冷的時候，冬天可以用來扔到火坑裡，然後基本上一晚上都不需要添加燃料了，還是比較省事的。當然還有一個比較偏的東西，就是這個戰鬥用的木甲，這個防護用具，如果你用到了個位數5%、5%以下，那麼你就可以把它當做燃料，它的燃燒度也是最高的，一下子可以直接把這個火坑的火拉到最大。所以總結下來，我認為最好，而且我最常用的燃料還是這個糞肥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但前提是你得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生產食物系統，像草啊、樹枝這樣的東西是建造材料，不推薦用來燒火。OK， 這個視頻我應該是把燃料的選擇講清楚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